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朱熊的频道。今天要带着小娃一起录了，本来想着睡觉的时候录，结果今天中午就是不睡啊，没有办法。等一下，等着他爸来接班吧。上期视频讲了生日的一天，这一期就来讲一下过了生日以后自己都在想什么。这个年龄段的我到底都在想些什么？现在呢，就是想的比较多的就这么几件事情啊。第一件就是自己的职业生涯，因为到这个年龄段呢，也已经工作了好几年了，然后就会想自己职业生涯到底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跟老板one-on-one的时候，或者年终、年末 performance review 的时候，也经常会聊到，就是你这个 ultimate goal 到底是什么。但是说实话，我到现在也没有想得很明白哈，因为我觉得我还有很多东西没有尝试。有些东西就是你要各个 track 都去尝试一下，比如说 individual contributor， 你专门钻研这个深度，或者说你总是带 project， 作为一个 project lead， 就是你怎么把一个大的项目从始到终给它完全的带一个队伍把它完成。还有呢，就是做 management， 就是你做 people manager， 然后怎么样领导一个队伍，给他们分配工作吧，去外边揽活，然后让整个组欣欣向荣的发展起来啊。然后呢，这个做上去一般就是越做越大，然后最后相当于打工人的最高级，那就是 CEO 了。所以说这个现在没有想明白，但是也没关系，反正我就觉得只要能尽量多的去尝试，然后不要有什么后顾之忧，因为我觉得现在能够怕的东西也不是很多了，反正就是觉得职业上面还是可以尽可能的多一些 exploration， 就是并没有觉得自己能看到自己的 limit 在哪里，还是对自己有一些幻想在那儿的，并没有完全死心在这个年龄。然后呢，免不了的想的就是跟职业有点相关的退休生活，就是我干完了以后，我退休我是要去干什么？这个就涉及到两个主要的方面，一个就是你有没有足够的资金去支持你，还有一个就是你到底有什么样的想法。这两点目前感觉也在探索中，就是但大概的方向就是想早一点退休，但是这个前提就是你要有一个自己想干的事情。现在我觉得做 YouTube 其实是我比较 enjoy 的一件事情，就是每次打开电脑、打开摄像头，就感觉想说些什么，每周要不说些什么，还真有点难受。还有目前觉得比较有兴趣的就是化妆，也有可能是因为在初级阶段就是化妆小白，所以有很多东西要学，觉得还挺有意思。就以前嘛，就仗着年轻，然后皮肤好，就觉得化妆这东西有什么意思啊？感觉就特别假。但是现在年纪上来以后啊，看到自己这边有个斑需要遮一下，这边有皱纹起来了，然后脸啊有大小，然后肤色又不均匀，看着自己的镜子里的自己不太爽的时候啊，就觉得想要化妆一下。就化妆这东西感觉，确实也是一门学问，就是你要多练。然后它因为产品啊各种，步骤什么的实在是太多了，你一定要设计出或者调试出一种最适合自己的。我觉得还是挺有必要的，就是你画完以后，你觉得让自己开心了，这个就值得去做。因为不是有谁是叔本华还是谁不记得说过，人生他那个状态啊，基本上就是在焦虑和无聊之中徘徊，你很难说停在一个开心的地方一直开心下去。我想想还确实是这么个道理啊，就是很多时候你就是在没有达到你的期望和欲望满足的时候，你就在那儿焦虑，哎呀，我怎么办呢？我怎么才能达到呀？然后达到了以后，你就会马上进入一个无聊的状态。如果没有下一个目标，你会觉得哎呀，生活好空虚啊，不知道该干点什么呀。确实是这样哈。开心的瞬间，往往就是在你达到目标刚刚达成之后的那个瞬间，然后你就突然一下就开心，但是时间长了你就习以为常了。
买东西也是这样，比如说之前你买一个什么自己喜欢的衣服，你会开心很久，或者买一个电子产品，买个包啥的，但是那个真的也就是刚刚买到手的时候特别开心啊，之后你时间长了，你拿出来用就不会有那么开心了。我给自己定的目标或者说想法就是，首先能够再坚持一段时间。然后呢，在其他的可能性上也探索一下。现在呢，主要是在排除，就是好多东西试了以后就觉得啊，这不是我想干的。当然也有可能因为坚持的时间不够长吧。钱你也可以大致的算一下，对吧？比如说按照你现在的生活水准啊，30年、30-40年之后，然后大概需要多少钱？那么比如说你的被动收益等等，算一下啊，可能那就是你要的一个数。那这个东西吧，就是很多人都想让它早一点达到，就是不想做牛马，就觉得拿 paycheck 好像没什么意思。但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阶段，有时候当你找不到工作的时候，你就会非常庆幸我有一份工作。然后你找到一份工作的时候，你就会想啊，能不能 work-life balance 好一点啊？能不能再挑战更多一些，或者说做一些自己更想做的事情啊？反正人就是一个永远都不太知足的动物吧，很难让自己做到知足。这也就是为什么知足常乐，不知足就常不乐。好多时候你有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可能会让你整个人生都发生改变。或者说有那么一段时间就痛苦不堪，比如说像疫情这种事情，黑天鹅事件，保不齐就能发生。那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尽量的降低这些意外能够对我们造成的损失吧。这是我们能够控制的。那不能控制的东西，那也不用太杞人忧天了，反正大家都一样。现在生活中很大一部分那就是娃了，娃真的是带来好多好多的体验。它首先非常的可爱，就真的是笑起来，哎呀，太多的瞬间让你觉得哇，这个东西真的是怎么会有这么可爱的一个生物。然后就是也好多烦的事情，就是叽叽喳喳的时候，你就会怀念自己耳根清净的那些日子。然后生个病你又担心这担心那，反正就给你多出好多事情。你要考虑它的各种东西，是一个小小的你。现在已经好很多了，就是乐趣会比小的时候多很多。那时候反正也不会跟你交流，就吃喝拉撒，反正就是全部都需要你来照顾。现在偶尔还能帮你扫个地呢，还拖个地。现在的生活中吧，就好多周边的朋友啊都有娃了，就会聊到娃这件事情，很多就会说，哎呀，要给娃什么报兴趣班呀，以后怎么发展呀，多少多少钱啊，这些话题都是绕不开的。但是我在想，就是如果你不是一个非要追求什么东西都最好，然后把自己所有的希望都压在娃身上，或者说对他寄予特别大的厚望的话，应该还是可以相对比较佛系或者比较快乐的养娃。因为好多东西真是都是压力自己给到自己哈，就是说非要上什么什么多贵的培训班，最后非要上什么藤校，干啥干啥的，就感觉你实在是在安排另一个人的人生。当然你多一点钱就多一些可能，这个当然也是好的，但这个东西吧就无止境，所以我就觉得不要让自己太痛苦的前提下，练一个什么新的东西可以负担得起，就也差不多了。生活中还有2件事情，一件就是运动，一件就是读书。运动这件事情吧，就是也不是说你特别想运动，主要是你不运动，你的精力就跟不上，你的身体就不行，就你不得不运动。这是我以前没有在这个年纪就想不到的，就觉得哎，怎么大街上这么多人在那儿跑步，大夏天的热不热？有时候甚至大中午的好多人在那儿跑。但是现在呢，就当然我不会大中午去跑，但是还是会去健身房，因为就觉得真的是，你只要长时间不运动，你坐在那儿，精力就不行，整个人就是状态就不会一样。所以这件事情就变成你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就这么简单。
好了，他爸终于接管走了。哎，好不容易有一会儿自己的时间，现在就是有自己的时间是一件特别宝贵的事情。然后读书这件事儿，其实也是因为需要，就是有时候你有一些问题没有办法得到解答，要不就去问 ChatGPT，要不就去看点书。书的话，一般会写的比较详细一些，就是从各个方面。ChatGPT 的话，就是一些数据方面。大概的情况你可以问他，就是不至于差得太远。但是如果说要非常的全面、深刻，或者非常 accurate 的话，那还是要做一些研究的。但是很少有那些就是为了放松心情去看一个小说等等，这些好像不大有，可能是因为就是时间上面安排不上吧，还是比较功利性的在那边看书。所以这两件事情就是我感觉不能断。完了，一边录视频一边觉得自己两个脸实在是不对称，因为睡觉的时候经常就是侧着睡，仰面睡应该会好一些吧。但是这么多年了，这个东西你看潜移默化的，每天一点点你不觉得，但是时间长了，它给你留下的影响就是永久性的。我不知道现在的技术手段有没有让脸能够变得对称的方法。现在就觉得身体好是第一位的，就是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有一个让你负担很小的身体，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幸福。因为但凡身体上有一点点不舒服，你整个人的状态后边的所有东西都会受到影响。这个现在的体会就是越来越深刻了，是让你自己开心的一个最大的前提啊，就是身体一定要健康。那这个怎么去做呢？那就是你要经常去检查身体，然后自己有不舒服的地方，要多 pay attention，而不是忽视它，就觉得啊这点小毛病，或者说这点小疼小闹的，肯定不成什么气候。但是当它经常发生，你就会要注意，哎，我怎么总是有这个变化，然后及时的去咨询，及时的去检查，这样就能避免它变成一个比较恶性的事情。还有一个让人比较焦虑的点，其实也就是来自于比较吧。好多时候就觉得，哎呀，一比，我发现自己是不是要被淘汰了？就是如果你跟那种跟你差好远的人比，你就会觉得哎无所谓，因为我跟他，比如说还有很长时间的差距，或者说环境啊，生长的环境也完全不同，所以可比较性就比较低。主要来的焦虑就是跟周围的人比，就你觉得你们好像是差不多的，但是实际情况，比如说你觉得，哎，他怎么赚的钱比你多那么多，多好几倍，那就觉得同样是这样背景下的，然后以前可能的同一个学校读书，怎么现在差距这么大啊？当然心里就会有一些不平衡，就会产生焦虑，就我为什么赚的这么少？大概就是这样。但这东西就是好多时候都是呈现在表面的，你只看到了他给你呈现的，背后好多东西他承受的、承担的或者经历的一些事情都不知道。那这样的话，就其实你没有掌握全部的这个信息或者真实的情况，就有好多时候就是一些没有必要的焦虑吧。所以说，这时候我觉得最多的就还是关注于自身吧，就是你是不是真正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或者说你觉得你自己还有什么地方可以控制的，可以去调整，那就专注于那个，然后跟自己想要达到的那个程度对标，而不是总是左右上下在那儿比。这个比没有太大的意义。当然，你需要知道有时候就是自己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比如说你这个自己的薪水，你要跟老板聊的时候，你也会去了解市场啊。这样我这样一个情况大概是多少钱？我是不是被 underpay 还是怎样的？那个时候你是需要去知道的，需要去比较的。但是大多数情况，你就像看股票一样，你这天天在那看。没有必要，因为它总是会有浮动，还有各种 outlier 等等。你的长时间如果走势是一个正常的话，你就没有必要太焦虑。好了，今天就聊到这里吧。
不知道以后接下去过生日还会不会有别的不一样的想法，在此做一个记录。那我们就下期再见了，拜拜。